此时，一个突兀的声音响起，打断了所有人的沉思。这附近是天雷预言的范畴，怎么还会有那么多尸群？不都应该清干净了吗？聂怀桑正耷拉着脑袋，喃喃自语。一抬眼，见众人的目光都投向自己，吓了一跳。我随便说的，你们千万别在意，别在意啊！众人心道：非也，这家伙平时百无一用，关键时刻竟说到点上了。魏无羡重生后，大范山周遭，尤其是几条主干道都被严格清理过，或设下禁制。按理说不可能照到走失，更不提如此庞大的尸群。若非什么毁灭性的力量破坏了禁制，只能是从大范山外带进来的。可什么毁灭性的力量能破坏禁制？百家暂未想到，也不相信有这种力量的存在。若是从大范山外带进来的，那便不是莫玄羽了。莫玄羽也是被卷进来的，怎么能提前知晓少山是个陷阱？能预知变故、布置尸群的，除鬼3万，没有旁人。果然，他再倒打一耙。一家主怒道：鬼3万，你还想狡辩？那些走尸肯定都是你带进来的。鬼3万又惊又怒：我怎么会如此？怎么不会？你是为了以防万一吧？一旦你失手了，就让走尸冲进来，我们一个也逃不了。鬼3万气昏了头，大叫道：这些走尸要是我带来的，你们早不知死多少回了，还能站在这里说话？事已败露，还敢如此嚣张，百家也气得不行。你真以为你次次都能得逞？次次都能让我们上你的当？别跟他废话了，快把他押到金鳞台，让敛方尊处置。邪魔外道就是邪魔外道，切，一个字也信不得。众人再也听不进他的话，鬼3万彻底放弃了抵抗，咆哮道：你们不信我，你们会后悔的，你们个个不得好死，夷陵老祖会要了你们的狗命。江澄沉着脸道：把他的嘴堵上。早该这样做了，奈何鬼3万一直声称掌握着夷陵老祖的线索，害他们差点以为狗嘴里能吐出象牙。魏无羡见鬼3万终于被堵上了嘴，略松一口气，看来身份暂时不会暴露。不过也未能真正轻松下来。一则他还没想好如何脱身，二则刚才众人讨论时有句话让他些许在意：大范山周围设下了禁制，那些尸群当然不是鬼3万带来的，是他用敌音召来的。与鬼3万比试之余，魏无羡向方圆10里内的走尸发号了诏令，命走尸聚集在结界附近，以取得外界的注意。然如果周围设了禁制，那么他也该照不到尸群才对。也就是说，先前被众人否决掉的可能有毁灭性的力量破坏了禁制，才是真的。不管毁灭性的力量是什么，和他有没有关系，继续待在这里都不妙。魏无羡的眼皮跳了2下，决定事不宜迟，赶紧开溜。刚小心翼翼地把脚探出去，果不其然，蓝忘机仿佛背后生了眼睛，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动作之快，只让人觉得他的注意力从始至终都是放在魏无羡这边的。魏无羡被拉得险些没站稳，讪笑道：韩光俊，还有什么事吗？蓝忘机回眸看他，目光闪烁，若燎原之火。完了，蓝忘机定是要拿我问罪。魏无羡绝望地想，先前靠着蓝丝锥的力保，力是他非邪魔外道，才得以和蓝家人一起行动，安然无恙地度过了重重关卡。如今非但鬼修的身份暴露，还有夷陵老祖夺舍上身的嫌疑，怕是要连累蓝丝锥一起受罚了。呜呼哀哉！魏无羡打定了主意，就算自己说不清，起码也为蓝丝锥辩解2句。他只是一时好心，何其无辜！这时，一个来者不善的声音冷冰冰地插了进来：蓝二公子，若没什么事，此人便交由云梦处置吧。江澄正副手站在一旁，双眸如刀刃，从魏无羡脸上切过。也对，他一向宁可错杀不可放过。虽然莫玄羽姑且证明了自己只是普通的鬼修，但也免不了被他带回去严加拷问一番。果真是祸不单行，上辈子最大的冤家，一来俩。江澄态度强硬，蓝忘机也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和他杠上了，全无放手的意思。魏无羡的眼皮又跳了2下，他道：要不你们先商量着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江澄冷哼一声，抬手便向他抓来。蓝忘机提起臂陈，剑未出鞘，挡开了江澄的手。众人渐渐注意到这方的动静，蓝家小辈们赶到，
蓝景怡喊道：“江宗主，够了吧？刚才不是都证明过了吗？莫前辈不是什么夷陵老祖。是或不是，等到了莲花坞再说。可若没有切实的证据，江宗主又何必为难人呢？”言及此处，蓝思追瞥见江澄手上的紫电，忽眼前一亮。没记错的话，方才江宗主已经用紫电抽过莫前辈了吧？江澄皱眉看着他，面露惊疑。众人纷纷议论了一阵，旋即恍然，居然把这一茬给忘了。结界破碎之际，江澄人未到，升仙至，紫电将毫无防备的莫玄羽抽飞了出去。莫玄羽并未被抽出魂魄，这说明他压根不是被夺舍之人啊！闹了半天，这么重要且极具说服力的证据，竟无人问津，还是被一名小辈提出来的。聂怀桑一拍掌心，大喜道：“这么说，这位莫公子没有被夺舍啊！太好了，原来是误会一场，误会。”众人听他这没心没肺的语气，不由一阵无语。也只有这废物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笑得出来了。江澄先前破结界时心急，根本没注意自己抽了什么或抽了谁。正待开口，这时人群不远处的山路上传来几道震天动地的喊声。这些喊声极其凄厉，四下一刻就要被撕破喉咙，穿膛破肚。众人仰首望去，见山路上仓皇逃下几人，连滚带爬地往这边飞奔而来，是江家的门生。江澄曾派人将少山围住，以防魏无羡趁乱逃逸。这几人奔至近前，扑通一下跪倒在地。江澄怒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们守在外面吗？”宗主，宗主！那几人面色发青，似被吓坏了，支吾半天，一个字也吐不出。江澄抓住一人的肩膀：“到底怎么了？快说！”是。那人瑟瑟着，极力想回答他，却还是什么也没说成。倒是江澄身后，一名家主拽了拽他的胳膊，结结巴巴道：“江宗主。”江澄横了他一眼，顺着众人的目光，江澄抬眸，山路之上，一个身影慢慢浮现。待看清了那道身影后，江澄的脸扭曲了。一旁魏无羡心中更是翻起惊涛骇浪。温宁，那道面色惨白、垂着双手的身影是鬼将军温宁。一霎间，魏无羡脑中如走马灯般闪过许多念头，最惊惧的无外乎是温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早在前世乱葬岗围剿之前，温宁便已被挫骨扬灰了。虽然那个时候他并未亲眼看见温宁的下场，但百家有多厌恶鬼将军，江澄更是恨其入骨，又岂会手下留情？非但挫骨扬灰，连魂魄都要被拉出来搅成齑粉才对。可眼下一幕及众人的反应，切实告诉他温宁尚在世间。一条线将种种蛛丝马迹穿在了一起。那个毁灭性的力量，原来是温宁。鬼3万的敌音恰好把温宁也召来了。原来是温宁冲破了禁制，狮群才得以进入这片区域。众修士拔剑围了上去，温宁垂着头，似对他们毫无反应。一人剑端前身，即将戳入他胸膛。温宁忽然抬手捏住剑刃，啪的一声，仙剑被捏成了2段。魏无羡心中又一凛，温宁看上去没有神智。紧接着，那人的小臂也被温宁抓住，一阵毛骨悚然的裂声从臂上传来。伴随着那人的惨叫，江澄一挥手，3毒飞出剑鞘，冲天而起。大事不好！先前江澄哪怕面对夷陵老祖都没有动用过3毒，如今是起了最重的杀心。看似温宁一直苟于世间，百家却不知他的存在，如今乍然出现，不可能再侥幸逃过第2次，必死无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魏无羡拔出竹笛，含一口气，笛音破开长空。一旁的悍将闻声而动，抢在3毒飞落前扑身而上，对温宁扬起了拳头。温宁也提掌迎击，拳掌相碰，激出一股呼啸的劲风。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，瞠目骇然，目睹2具惊人的凶尸相斗。这次是真的2具凶尸！魏无羡拨开人群，冲到最前端，一气不绝，笛声不停，还是那般颠三倒四的鬼吹，比方才更甚，连调子都听不出了。许多人忍不住捂紧了耳朵，连早已听习惯了的蓝思追和蓝景怡也不禁耳廓发麻，被这蹊跷的笛声震得打哆嗦。悍将在魏无羡的笛声中连连吼啸，出拳又狠又快。温宁却仅一掌便将他按下，捉着悍将的拳头，
生猛的一拧，几乎就把那条胳膊拧了下来。毋庸置疑，悍将是打不过温宁的。只不过温宁没有敌音的加持，块头又略显单薄，才看似势均力敌，暂且分不出高下。